在讨论 ETF 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误解。很多人把 ETF 当成一种投资技巧，或者当成降低选股难度的工具。但是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ETF 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本身。ETF 之所以在这一轮周期当中被反复提及，并不是因为它的收益更高，而是因为它恰好匹配了这个时代对普通人的要求。这个时代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产业结构在变，政策环境在变，地缘关系在变，技术路线在变。在这样的环境下，依赖单一判断、单一资产、单一叙事的方式会变得越来越脆弱。ETF 在这个时代承担的第一个角色是降低判断的复杂度。普通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载。每天都有新的产业逻辑、新的机会叙事、新的情绪波动。那试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持续做出高质量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高难度的事情。而 ETF 呢，可以通过指数化的方式，把大量分散的信息压缩成一个结构性的结果。它并不要求普通人判断哪一家企业会胜出，也不要求判断哪一条技术路线最终会成功，而是让普通人参与整个方向的长期的演化。这并不是放弃判断，而是把判断从微观层面提升到结构层面。ETF 在这个时代承担的第二个角色呢，是对抗单点风险。你看，无论是制造业、材料、能源，还是其他长期的赛道，都存在着技术更替、竞争淘汰和政策变化的风险。单一企业、单一项目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方向的失败，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结果。ETF 通过分散持有，把单点失败转化为结构波动，它牺牲了压中个别赢家的极端收益，但是换来了更长期的存活概率。这种取舍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是极具现实意义的。ETF 在这个时代承担的第三个角色，就是连接长期趋势和普通人资金属性的桥梁。前面几期呢，我已经反复强调了，普通人参与长期趋势最大的问题呢，不是方向错误，而是资金属性的不匹配。长期趋势需要时间兑现，而普通人的资金呢，往往同时还要承担着生活、家庭和未来规划的多重压力。ETF 的流动性和透明性使它成为一种可进可退的参与方式。普通人不需要一次性的压注，也不需要长期被锁定在某种不可调整的资产当中。那这种灵活性让长期趋势不再是一个必须孤注一掷的选择。ETF 的第四个角色就是把资产配置从经验判断转向了规则运行。个人经验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而规则则具有可重复性。ETF 背后的指数规则就是把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决策权从个人情绪当中剥离开来，交给长期有效的结构。这并不意味着指数永远正确，而是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并不会因为你的情绪失控而做出极端的决策。对普通人来说，这种约束本身是一种保护。ETF 承担的第五个角色呢，是提高资产配置的执行力。很多资产配置的方案在纸面上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却频频失败。原因并不是方案错了，而是执行成本过高。频繁的调仓、复杂的产品、信息的不对称，都会让普通人在执行过程当中不断偏离初衷。ETF 呢，它以标准化、透明化的方式降低了这个执行门槛，它让资产配置不再依赖复杂的操作，而是可以通过少量清晰的工具来完成。这种可执行性在长期当中往往比理论最优更重要。当然需要强调的是 ，ETF 也不是万能的，它无法消除波动，也无法保证收益。ETF 解决的从来不是赚钱的问题，而是参与的问题。它让普通人有机会以相对可控的方式参与那些原本门槛极高、周期极长的趋势。那从这个角度看 ，ETF 更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并不是因为市场完美而出现的，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才显得不可或缺。这一期我真正想表达的核心判断，就是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 ，ETF 的价值不在于跑赢市场，而是为了让人可以长期、稳定、理性的参与变化。下一期呢，我们会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进入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步，讨论具体资金，比如50万、100万、300万，普通人如何把前面的逻辑落到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当中。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